朋友们好，欢迎来到 Dr. Stella 美国农家乐。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酵素神奇使用方法，清理下水道和浇花。Pro tip for using enzymes: clean kitchen drain pipes plus water plants。这个自己家里做酵素真的是非常好主要2点原因。第一点这个酵素它就是一个天然有机肥料，它包含了 NPK 的，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氮磷钾就肥料它主要就3个类别嘛具体到氮磷钾的解说呢，看我其他视频这个可以用在外面地里啊、菜呀、花呀都可以用，而且还可以用在家里的各种盆栽的植物都可以用所以它的用途是很广的。然后呢，第2点呢，就是他做的这个所有的资源材料，它都是免费的，而且又很环保请大家看我怎么做酵素的视频，我已经给大家解释过了。我们用的就是我们的水果皮或者菜叶，我呢主要是把水果皮留起来。水果皮，比如说我们吃橙子、苹果，那么今天呢，我现在要开始用酵素，因为有朋友问我，酵素做好了可以怎么用那么我想在我用的时候就给大家拍下来，大家就可以做一个参考。室内的另外一个用途是清洗水管、厨房管道，还有厕所的洗水池，所有的这个管道，呢，我们平时是要去维护它的。那么我们现在呢，先来弄厨房。首先呢，就是说你不管是用这个买来的这个去污的还是说自己做的酵素，这个步骤是一样的。首先，我们要用热水先冲管道，就是把它那个壁上先给它冲热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冲热水一直冲，大概冲10分钟。这个呢可以热水冲也可以自己烧热水然后倒下去，这个是一模一样的作用。或者说我们水在冲的同时，现在我要关掉，为了说话声音你们能听到嘛，我们就可以准备这个酵素。大概这个比例我怎样做酵素的也说了，大概是1比2000或1比2500，就是肥料每一次少一点，但是要勤快的施肥。所以呢这个地方我弄一个滤网，因为这个里面可能会有渣渣，其实上面一批也还好，所以我就这样倒下去。水的话，就是我平时有时候会留一些水嘛，但是用自来水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其实浇花的话，不管怎么说你就算用自来水放一个晚上到第2天也好一点的。当然雨水是最完美的那么这个水呢，我刚刚洗菜的水有时候也会接起来一点，因为我知道待会儿浇花要用什么的嘛。这个味道一点都不难闻的，大家千万不要有心理障碍，这个是实践结果。那么然后把水倒下去，拌2下，吧嗒吧嗒一下就好了，也没什么特别的。那这个时候因为我要走开了嘛，那我这个水就开始放了，因为10分钟还没到。那现在那个热水10分钟也已经冲完了，在冲水的这10分钟时间里面呢，我浇了这个大概这1个 gallon 嘛，大概3桶的水，把这个客厅这个书房楼上楼下全部都浇完了，感觉还是很有成就感的。这样子也不觉得浪费时间，因为如果把这些零碎的时间给它合理安排好，我们就不会觉得这个事情好像很复杂很麻烦，对吧？这样还挺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这个热水冲完了嘛，我们来开始放这个酸性为主的酵素倒进去，我们一起来做好，那我们现在开始。现在我在厨房的这个水池旁边，这个是已经做完的这个一点都不臭的，这个以这个酸性水果皮为主的酵素，然后我是2020年10月份做的所以现在已经是2021年2月份了嘛，已经有4个月了，完全可以用了。那这个很简单，就是倒进去倒进去就好。那因为我本来水池里就有这个过滤的东西嘛，那么这个就可以直接倒了。而且其实上面倒的时候没有什么渣的，它发酵好的酵素，它那个渣子都在下面。那现在我们就开始倒。
刚才最后一些碎渣呢，我全部都倒在这里了。这里有一个垫子，不要紧的。那么这个碎渣呢，你可以放回去继续这个做酵素，也可以直接埋在那个土里面作为底肥都可以。这边就是做一个说明哈，那个酵素倒下去以后啊，千万不要用水，这个水龙头是不能用的。所以说在周末的下午做比较好，因为下午就还没到晚上嘛，没做饭。因为它现在酵素倒下去以后呢，它在这个壁上它在起作用，清理管道。那这个时候不要用水，用水的话，这个冲下去不是酵素就冲掉了嘛？所以的话，等大概2个小时左右吧，再用这个水龙头。对，现在不用，所以等2个小时以后，2个小时以后呢，再用热水再继续冲，把那个就是酵素洗下来的脏东西冲掉。所以2个小时以后我们再回来冲，用热水冲。那么我们现在呢，用热水把它冲一下，大概冲5到10分钟。感谢观看，欢迎订阅 Dr. Stella 美国农家乐 Happy Garden Healthy Life。